只问你一句话，只说你需要我，真的有这么难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一直都是我的错。我需要你。我一直觉得他一会儿冰冷彻骨，你不要一会儿火山爆发，但今天这样紧紧跟他抱在一起，我才发现他是这么需要人来温暖。这个男人高大的像个巨人，但又脆弱的像个孩子，让人心疼，放心不下。所以你入住亮舍酒店的时候就已经尝不到甜味了。但是我并不完全拒绝一些含糖的蔬菜和水果，否则玉轩的菜品根本没办法做。大概在8个月以前，也是上海玉轩开幕的那天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几乎尝不出蔬菜的甜了，所以我去找谢医生。后来他告诉我，我的味觉神经已经开始萎缩。这件事情让我很紧张，我什么都能失去，唯独味觉不行，所以我就开始打寻找徒弟的名义，四处甄选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我想找到一个能代替我味觉，能真的帮到我的人。所以你就去了杭州，入住了亮舍酒店，然后就遇到你。但也是那天开始，我完全失去甜味了。怪不得那天你那么着急找到我。是啊，那时候的我，很怕被别人知道这件事，所以我一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差点被紧张昏过去了。不过那时候，你应该没听到我说什么吧？我当然没听到了，我都着急跑出去呢。我本来都以为我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，结果问卷里跳出来一个你猜，我拼了命的想要找到这个你猜，可怎么找也找不到，有几度我都想放弃了。直到后来又撞见你，在小吃店遇到你那一天，我其实乐得差点笑出来。后来我才想，很多事情可能都是命中注定的。我那天因为你被辞退了，难过都难过死了。我知道，感觉得出来，所以我忍着没笑，绷得挺厉害的。之后呢？之后我发现，在我身边这个小女孩，每天都让我惊讶。她把失去味觉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我了。这个冰山般的男人，就这么对我敞开了他的心怀。他坐在距离我2米之外的地方，我却觉得我们俩的距离比拥抱更近。他说，他就像被一条无形的绳子越捆越紧，无力挣扎。我说，这条无形的绳子也把本来不相关的我们俩从天涯海角拉到了一起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命中注定吗？我没好意思问他。
看起来不错。味道也不错。所以呢？你们又有什么能告诉我们？所以呢，看在你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鱼的份上，本来想揍你一顿的，现在免了。哈，你不是想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昨天啊，我趁别人不注意，拿了这么大一包糖，偷偷的走进了江千帆的办公室里，把它全部倒在了他经常喝水的保温壶里，然后我就在后厨的落地窗看着江千帆走进了办公室，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，然后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结果他大发雷霆，当场问这是谁干的，把我给吓得。我这么聪明的人，我能承认。但是不好意思啊，你这么逗我玩有意思吗？怎么会是这样子啊？伊丽丝在吗？不在，他昨天压根就没来。所以你是说江千帆的味觉没有一点问题，是吗？完全没有问题。好了，看来你的宝贝徒弟回来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小姑娘，走之前有一句忠告送给你：要找师傅啊，多的是。你这个师傅呢，除了鼻子大一点以外，其他的都不靠谱。他是谁啊？江千帆的厨师长。就是那个玉轩的脊梁。从文章上看，他对江千帆非常不满，憋了一肚子的气。按说，应该是最希望江千帆出问题的人，但是他跟我说江千帆的味觉根本就没问题。鲍丽斯，有病不能乱投医。他就算对江千帆再不满，但他也不跟你一个战线啊！你能给他什么？你说的对，我是不是有点着急？你决定回来是对的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你准备好把灵魂交易给魔鬼。